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们将解释由三岛和夫和川端裕人合著的《8小时睡眠的谎言》一书。这本书适合有以下症状的人：头痛、无法消除的神秘不适感、烦躁、感觉迷糊。因为以上症状都与睡眠质量有深刻关系。通过正确学习有关睡眠的知识，你可以摆脱上面的各种不适，获得绝佳的身体状态。首先，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视频的结论。结论是，糟糕的生活习惯和不规律的生活节奏会降低睡眠质量，而当睡眠质量下降时，就会带来许多严重的不利影响。相反，如果实践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，那么神秘的不适感和疲劳感将会消失，而精神和大脑的表现将会提高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将按照以下顺序进行解释：一、睡眠不足的危害；二、睡眠的3个新认知；三、提高睡眠质量的7种方法。首先是第一点，睡眠不足的危害。说到睡眠不足的危害，你能答出多少呢？睡眠不足会增加患病的风险，缩短寿命，降低大脑功能，容易发胖等等。不睡觉等于把生活设定成超难模式。在这些危害中，关于脑功能下降这一点是最可怕的。一项研究表明，睡眠不足会导致大脑生产力下降，工作所需时间会增加14%。这就意味着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，本来需要8小时完成的工作，会增加到需要9小时7分钟，工作效率会变得很差。在下面2种情况中，你更愿意选择哪一个呢？合理的睡7小时，然后用8小时完成工作，还是只睡6小时，却需要9小时以上才能完成相同工作？相信大家都会选择前者。熬夜不睡觉是愚蠢的行为。也许有些人认为自己能力不足，或者是一个经常被责备、感到痛苦无助的人，但这样的人可能只是单纯的缺乏足够的睡眠。睡眠的质量不足，导致未能发挥出他本来的能力。接下来是与睡眠相关的3个新认知。总结一下，这3个新认知是：一、理想的睡眠时间因人而异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；二、分段睡眠不好；三、我们亚洲人的生物钟平均为24小时10分钟。现在我们逐一深入了解这3个新认知。首先是第一个新认知，理想的睡眠时间因人而异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前我们常常听说8小时的睡眠是最理想的，但其实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8小时的睡眠是最理想的。然而，不知为何，这个普遍说法一直存在。那么到底应该睡多少小时呢？答案是，理想的睡眠时间因人而异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。由于理想的睡眠时间因个体差异而异，你只能通过亲自尝试和验证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睡眠时间。这里的难点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理想的睡眠时间也会发生变化。例如，儿童可能需要9到10小时的睡眠，学生可能需要约8小时，而成年人可能只需要7小时左右。总的来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所需的睡眠时间会减少，这里也存在个体差异。因此，你只能通过亲自尝试来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睡眠时间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讨论如何确定自己的理想睡眠时间。一句话，只要白天不感到困倦，那就没问题。如果白天能够头脑清晰，表现出色，那就说明你的睡眠质量很好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在深夜醒了几次，或者只能睡6个小时，只要白天头脑能够很好的运转，那说明你已经获得了良好的睡眠。反之，即使晚上睡了8小时，但白天头脑却一直处于僵硬迷糊状态，那说明你的睡眠质量就不理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有提高睡眠质量的余地。接下来是睡眠的新认知的第2点，分段睡眠是不好的。为什么晚上要保持一段完整的睡眠呢？原因是深度睡眠非常重要。睡眠的最初90分钟是最深的睡眠阶段，在这90分钟内，大脑会得到最充分的休息，体内分泌大量生长激素，对细胞进行修复。
为了在这最初的90分钟内能够深度入睡，就不能进行分段睡眠。例如，如果在下午打盹1小时左右，晚上的睡眠质量就会变差。作为时间参考，通常来说，午后1点或2点左右的午睡非常有益于大脑，这样的午睡应该是必要的。通过午睡，下午的工作效率会显著提高，而且已经知道它降低了认知症的风险。如果要午睡，最迟要在下午3点前，并且午睡时间保持在20到30分钟左右。超过30分钟的午睡会进入深度睡眠，这会影响夜间睡眠质量。所以午睡最迟在3点前，而且时间要控制在30分钟以内。接下来是睡眠新认知的第3点，亚洲人的生物钟平均为24小时10分钟。由于生物钟不是准确的24小时，如果我们平常生活中不加以调整，生活的节奏就会逐渐偏后。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每天早晨接受阳光照射，每天早晨重设生物钟。通过这样做，我们的生活节奏就能够得到调整。生物钟和生活节奏非常重要，一旦它们被打乱，大脑的表现可能会下降，心理健康也容易受到影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稍后我会详细解释。接下来是提高睡眠质量的7种方法，它们是：确保适当的睡眠时间，控制光线，在感到困倦时就上床睡觉，每天定时起床，保持规律的3餐和运动习惯，不在下午2点以后摄取咖啡因。午睡最好在下午3点前30分钟左右。以上这7种方法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的，能够迅速帮我们提高睡眠质量的行为。接下来将按照顺序详细解释。首先是第1种方法，确保适当的睡眠时间。睡眠时间的理想值因人而异，通过白天能够有足够精神正常工作这个标准，我们来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睡眠时间。作为参考，大多数人来说，7个半小时左右可能是最好的睡眠时间。接下来是第2个，控制光线。早上要充分接受阳光照射，晚上要减小灯光强度，这就是光线的控制。在睡眠方面，光线非常重要。睡眠中，对大脑觉醒和脑内物质影响最大的是血清素和褪黑激素，它们受到光线的强烈影响。血清素是参与大脑觉醒的脑内物质，而褪黑激素则是使我们感到困倦、提高睡眠质量的脑内物质。早上充分接受阳光照射可以分泌血清素，这使得大脑保持清醒状态。血清素也被称为幸福激素，与积极的情绪、振奋感、大脑的灵活性和快速反应等有关，是非常重要的大脑内物质。那么，血清素如何在脑内分泌呢？有3种主要的方法，这3种方法是晒太阳、运动、咀嚼。通过这3种方式，大脑内就能够分泌出血清素。特别重要的是，早上起床后晒太阳，在晚上，这个血清素会在体内逐渐变成另一种物质，称为褪黑激素。褪黑激素又被称为睡眠激素。褪黑激素的分泌会让我们感到自然的困倦。通过早上充分晒太阳，制造大量的血清素，然后在晚上血清素逐渐变成褪黑激素。通过循环这个过程，睡眠质量就会提高。这就是为什么生活节奏是很重要的原因。在晚上，需要注意的是要尽量减小灯光的亮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血清素通过眼睛感受到的光的强度减小，而逐渐转化为褪黑激素。但是，在现代社会中，有很多东西会干扰这个过程，比如智能手机或电脑的蓝光，以及便利店和超市等强烈的光线。这些最好在晚上尽量避免接触，否则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。因此，在晚上要尽量避免光线。然而，对于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，实现夜间完全不晒光线是比较困难的，不太现实。因此，建议的做法是在睡觉前的2个小时内安排放松时间。在睡觉前2小时内不晒光线是可以做到的。在这2个小时里，我们可以避免光线的同时度过放松时间。这是因为通过放松身心，使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。当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时，身体处于休息模式，这意味着身体充分休息，
从而提高睡眠质量。在这2个小时的放松时间里，可以泡澡、阅读、进行轻微的伸展运动、冥想、写日记、点香薰、与家人交谈、和宠物玩耍、听古典音乐等，最适合自己、最能让心身放松的事物即可。泡澡是最容易让身体进入休息模式的方法之一。在39度到40度左右的温水中泡澡15分钟，可以迅速打开体内副交感神经的开关。但是，应该在睡前1到2个小时左右结束泡澡。这是因为在从浴缸里出来后1到2个小时左右，体内深层温度开始下降，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入睡，这是睡眠质量最高的时刻。通过这样做，可以显著提高睡眠质量。接下来是提高睡眠质量的第3种方法，在感到困倦时就上床睡觉，因为在最初的90分钟内深度睡眠非常重要。为了提高这最初90分钟的睡眠质量，最好是在感到困倦时入睡。此外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夜晚的日常安排中，也有一些额外的好处，例如，在晚上6点吃晚饭后，调暗灯光，在晚上10点左右入浴，入浴后进行轻松的伸展运动和冥想，然后放松，最后在感到困倦时移动到卧室并入睡，就像制定一个日常规律一样，这样就能够获得高质量的睡眠，在身体中培养一种节奏感。接下来是提高睡眠质量的第4种方法，每天定时起床。每天定时起床有助于调节生活节奏。如果生活节奏是有规律的，基本上在相同的周期内，身体会更好地理解何时休息以及何时工作。当需要时，大脑就能够保持清晰，而在休息时能够充分消除疲劳。如果生活节奏混乱，大脑性能会下降，睡眠质量也会下降。因此，调整生活节奏非常重要。接下来是提高睡眠质量的第5种方法，规律的3餐和锻炼习惯。首先，规律的3餐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节奏。例如，早上8点早餐，中午12点午餐，晚上6点晚餐，这有助于形成身体的节奏。然而，最近有很多关于进食的研究报告，并且进食变得越来越流行。是采用这种进食方式，还是采用每天规律的3餐方式？这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。由于这方面也存在个人差异，所以我认为应该采用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毕竟，每件事都有合适和不合适之分，所以你应该尝试2者，或者从感兴趣的方面开始，然后选择效果更好的方式。顺便说一下，我基本上是支持每天规律的3餐方式。偶尔在前一天晚上吃的过多的时候，我会省略早餐进行小进食，但基本上我是每天3餐规律的派别。请尝试2者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。此外，有规律的运动习惯也很重要，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事情。运动有太多好处，包括提高智力、提高注意力和记忆力、稳定心理、增强压力抵抗力、提高幸福感、使人变得积极，可以提高睡眠质量等等。接下来是提高睡眠质量的第6个方法。第6个方法是在下午2点以后不摄入任何咖啡因。咖啡因可以唤醒大脑，提高注意力。然而，咖啡因是一种我们必须小心使用的物质。首先，摄入咖啡因后，其唤醒大脑的效果会持续4小时以上，因此，基本上建议在下午2点左右停止摄入咖啡因。这样做可以避免影响夜间睡眠的质量。关于咖啡因的摄入时间也很重要，最好是在醒来后大约90分钟后摄入咖啡因。这是因为在早晨6点左右醒来后的大约90分钟内，我们的大脑会分泌一种叫做皮质醇的物质，这种皮质醇会使我们清醒。如果在这个时间段摄入咖啡因，皮质醇的唤醒效果会减弱，反而使人变得不那么清醒。建议在早晨醒来后至少60分钟内不要摄入任何咖啡因。另外，酒精也是我们在睡前要避免的物质。睡前饮酒会降低睡眠质量，最好在睡前4小时之前停止饮酒。比如，如果打算在12点睡觉，那么最好在晚上8点前结束饮酒。接下来是提高睡眠质量的第7种方法，即午睡最好在下午3点前30分钟左右。这正如之前所解释的，
睡眠最好是在夜间一次性完成，这样有助于大脑和身体的恢复。如果午睡时间不超过30分钟，那么在下午3点之前都是可以的。最好是尽早完成午睡，比如在中午12点或1到2点左右。这样做可以减少对夜间睡眠质量的影响。由于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不同，所以在这方面也需要通过实验和尝试找到最佳的方法。以上就是提高睡眠质量的7种方法。那么，在结束之前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。首先是睡眠不足的危害，包括增加患病风险、缩短寿命、降低大脑功能、增强心理脆弱性、增加体重等等。其次是关于睡眠的3个新常识，包括找到理想的睡眠时间，睡眠最好一次性完成，以及体内生物钟并不正好是24小时。最后是提高睡眠质量的7个方法。然而，只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，需要付诸实践。因此，请至少尝试一项改善建议。从今天开始，感受身体状况的改善，体验头脑清晰的感觉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